沃尔沃驾驶位中的男子在佩戴好实时传输的摄像头之后，便推门走下了车。在确认周围没有任何人与车辆经过之后，他便使用开锁工具，娴熟地撬开了房门。其实，林婉儿居住的这套房子，除了普通的门锁之外，还有隐藏在门框上下的暗藏锁舌，并且为门锁升级了一整套物联网控制系统。正常情况下，无论是睡觉还是外出，他都会使用手机将隐藏的锁舌锁死。这种只能通过网络解锁的门锁，就算是再好的开锁匠也不可能破得开。不过，这次林婉儿和贴身仆人撤离的时候，有意没将隐藏的锁舌打开，这才让此人轻而易举地混进房间。而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多个角落，神秘组织的英主以及权力仅次于英主的4大伯爵，都在屏幕前注视着实时传输回来的画面。当男子进屋之后，赫然出现在地面的便是林婉儿多名保镖的尸体。男子看到这么多尸体，似乎并不惊讶，而是一边靠近一边开口回报道，看起来这里发生过枪战，不过这些尸体都不是萧其卫的人，应该都是对方的保镖。说着，他沿着痕迹一路来到书房，在书房的地板上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他立刻走上前去，当看到尸体面部的时候，整个人瞬间一惊，脱口道是萧其卫的指挥使。耳机中立刻传来那名字爵的声音，检查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那人立刻俯下身，检查了一下指挥使的眼睑以及脖子与手上出现的尸斑，开口道他应该是中毒身亡。说着，他掰开指挥使的牙齿，在口腔中赫然发现已经被咬碎的毒牙，随即又立刻补充道，看来是指挥使自己咬碎了毒牙自杀而亡。那名子爵立刻质问其他萧其卫呢？这次一共派出8名萧其卫，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死了？其他人呢？现场的男人四下环顾，又退出去将整栋别墅都找了一遍，但遗憾的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萧其卫成员的线索。于是，那男子开口问道：“子爵大人，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那子爵还没说话，耳机中忽然传来一个经过变声器处理、声线低沉到可怕的声音：“回书房，到书桌上看看。”那男子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冷冰冰的声音，那声音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可是他下一刻便意识到，这声音很可能是那个神秘莫测的英主。他整个人顿时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好的，我这就去。”说完，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回书房。当他来到那张古朴的书桌前时，赫然发现书桌上竟然有一幅毛笔书写的书法。他低头看去，发现这幅书法作品仅有8个字：“戒之以弃，再追无益。”他不知道这8个字到底在传达怎样的信息，也不知道这其中提及的戒指究竟是什么含义，但他恰好也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所以他看得出这毛笔字用的乃是模仿书圣王羲之的行书，而且写得圆润优美，同时又苍劲有力，一笔一画都堪称无可挑剔。如此8个字，若是拿到现今的书法界，绝对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唯一比较画风不符的是，在这8个字的末尾，竟然还有一个毛笔勾勒出来的笑脸。这笑脸线条虽然简单，却十分生动，甚至明显能看出来，那笑容里还带着几分轻蔑。就在他沉浸于这8个字的无可挑剔时，耳机里忽然传来那个经过变声的低沉声音，他似乎非常生气地低吼一声：“好一个林婉儿，该死，真是该死！”说罢，他怒不可遏吼道：“给我炸掉他！”那男子有些诧异，下意识地问：“炸掉他？炸掉什么？”刚说完，他左侧胸口前挂着的便携相机忽然发生了剧烈爆炸，轰的一声，高爆炸药的冲击力将整张书桌震成碎片，而那张写在宣纸上的毛笔字也在瞬间被爆炸产生的高温烧成灰烬。而那个前来调查的男人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
便感觉心口处忽然传来一阵剧痛，整个人倒飞出去，便直接命丧黄泉。他的死状十分可怖，炸药将他的心口炸出一个大洞，而他的面部也保持着一种恐惧至极的表情。他至死也不会知道自己竟然会死在随身佩戴的便携摄像机手中。这种便携摄像机里的构造非常巧妙，有至少一半的内部体积都被用作装填高爆炸药，而炸药中还安装有一个微型起爆器，遥控者只需要利用原本的通讯网络以及摄像机内置的锂电池，就可以随时控制起爆器起爆。之所以研发这种设备，并将其配属给组织成员，就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而此时，爆炸后的摄像机竟在房间多处引发了火焰，整个摄像机内部都使用了易燃的材料制作，特殊的塑料外壳在高温燃烧之后，会形成一种如沥青一般拥有高粘度的粘稠状物体，其火焰能经久不灭。此时，受损的书桌、木质的地板、化纤制作的窗帘上都被爆炸时产生的粘稠物所沾染，粘稠物都带着火焰，所以火势很快便愈演愈烈。几分钟后，书房内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火焰从书房喷涌而出，继而将整栋别墅都彻底引燃。周围的邻居在看到房子着火的时候，火势已经完全失去控制，有人打电话报了火警，但这里相对偏僻，消防车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赶到。等消防车赶到现场，现场已经几乎烧成了灰烬。而且由于这里的房子主体框架是木质结构，所以在大火燃烧到后期的时候，整栋别墅瞬间垮塌，成了一片废墟。现场的消防员在明火扑灭之后，开始对现场进行检查，却没想到竟然在废墟之中发现了多具已经烧成焦炭的尸体。一时间，伯根警方大为震惊，立刻将现场进行严密封锁，准备着手进行调查。不过，这案子虽然刚发生，但已经注定会是个无头案了，因为死在这里的人和曾经住在这里的人登记在案的身份全部都是假身份。与此同时，在一辆已经离开北欧前往俄罗斯海参崴的重型集装箱货轮上，林婉儿正处在精心改造过如酒店套房一般的船舱内，而他的那位仆人正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身后。在他面前摆放着一台硕大的显示器，而显示器定格的画面便是自己书房被熊熊大火点燃的模样。这画面是通过他书桌正前方墙壁内隐藏的针孔摄像头拍摄并实时传输过来的。他面带微笑地操控着进度条，退回到了视频里的几分钟前，看到那男人胸前的摄像机忽然炸开，忍不住轻笑道：“没意思，这就恼羞成怒了。”一旁的仆人忍不住问小姐：“您觉得他们会信吗？”林婉儿促狭地笑了笑，随口道：“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们爱信不信吧。”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